大家好，我是阿丽，今天我们来做馒头。馒头作为一种主食，冷热都很好吃。馒头的配方很简单，制作也容易，我们可以多做一些，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，慢慢的吃。不用提前制作老面头，跟随我的方法，我们来做蓬松又有嚼劲的蒸馒头。用140到150克水，2克酵母，10克糖，搅拌均匀，制成酵母溶液。用300克中筋面粉，分次少量加入酵母溶液。这个过程需要不停地搅动，把材料搅拌成松散的面絮。面絮打得越碎越好，这会影响到后面我们揉面团的效果。打面絮的目的是让水分在面团中分布的均匀，让面团揉起来轻松，并且不会夹杂有干面团。加入10克猪油，加了猪油做出的馒头口感润滑，表皮光亮。把材料揉成面团，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来揉。我们揉面团的时候，要用按压折叠面团的方式来揉面团。馒头的揉面方法和面包的揉面方法不一样，不能用把面团搓开的方式来揉。我们第一次揉面团3分钟，这时候面团的表面比较粗糙，不光滑。盖好面团，让面团松弛3分钟。我们第二次揉面团3分钟。这时候面团已经比较光滑了。让面团第二次松弛3分钟。这次我们只需要揉面团1分钟，整理一下面团。面团已经非常光滑了，准备一个小瓶盖，揪下一个小面团填入瓶盖中，把小面团压到与瓶盖齐平。通过观察小面团的体积变化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大面团的发酵进度。盖好面团，让面团发酵到1.5到2倍大。小瓶盖中的面团长到2倍大，面团已经发酵好了。按压面团，排气。折叠，按压面团，尽量把面团中的空气排干净。
把面团分成6块，从面团的切口可以看出面团中已经没有气泡了。揉面团30到50下。把面团渐渐地收圆。把面团揉圆。把面团搓高一些。面团在2次发酵时高度会变矮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蒸出来的馒头圆润挺实。将整形好的面团放入蒸笼里，盖好。让我们回顾一下馒头的整形过程。把小面团填入瓶盖中，以作为面团发酵参照物。注意，这个小面团也需要揉捏排气后才能使用。让面团发酵到1.5到2倍大。提前把水烧开。瓶盖中的面团涨到了2倍，我们的馒头已经发酵好了。用手指按压发酵好的面团会回弹。我们用来测试发酵的小面团也可以一起蒸熟。锅里的水烧开后，开始蒸馒头。蒸笼的顶部开始冒蒸汽时，开始计时18分钟。关火，让馒头在锅里焖3分钟。3分钟到了，把蒸笼从锅里取出来。让馒头在蒸笼里继续冷却，3分钟后再打开。蒸馒头现在就做好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馒头的效果。这个馒头非常的饱满，很有弹性。馒头的表皮光滑明亮，吃这款馒头后味有微微的回甜，并且有比较明显的麦香味。无论你是用它来做早餐还是主食，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喜欢吃馒头的朋友就赶快去做吧，我在评论区等待你的好消息。完整的馒头食谱在影片描述栏中，你打开就可以看到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是阿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